好的，各位老朋友，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您手里头那张存折。我是王峰，在汇活智库专门给大家分享能让咱们日子过得更踏实、钱袋子更鼓的实在法子。眼瞅着2026年就在眼前了，您有没有算过一笔账？您那笔准备养老或者平时不急用的钱，如果还跟往常一样悄没声地躺在活期账户里，您这一年下来少拿的利息钱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差距大到整整10倍都不夸张。我这么说可真不是夸大，这就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那些穿着笔挺制服的行员通常是不会主动跟您提这茬的。今天王峰我不讲那些虚的，就手把手教您怎么去按一下那个藏在银行柜台后面的隐形开关，让您的每一分钱都活络起来，自动去增值，每个月多出一笔实实在在的日常开销。这钱啊，不拿白不拿。想知道这个开关藏在哪儿，怎么按的朋友，您先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咱们汇活智库，方便您收到更多这样的分享。您也可以在下面留句话，比如想多领利息，让我知道大家的需求，咱们这就开始详细讲。咱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东西说起，就是您家里那几本红红绿绿的存折。我敢说，正在看咱们分享的各位老朋友，哪怕是快要退休的朋友，谁手里还没个2-3本银行或者邮局的存折呢？这些存折的来历说起来都是一本生活账，有的是您年轻时上班，每个月工资打进卡里，顺手办的薪资户头，有的是现在到年纪了，每个月准时收到养老金、退休金的存根，还有的呢是儿女孝顺，定期给您转点生活费进孝心的专用账户。大家对这存折的用法几十年下来都养成习惯了，钱进来了就好好的在折子上记一笔，心里踏实。等到家里要买菜、要交水电、煤气费，或者孙子孙女跑来要零花钱的时候，您就拿着卡去楼下的提款机取个几千块出来用，剩下的钱呢，自然就让它继续在账户里待着。大家普遍觉得钱放银行那是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了，反正银行多少也会给点利息，多少也是点收益，总比放在家里担心强。但是啊，王峰今天必须跟您交个底，说一个挺实在的现实，等到2026年，在这个钱越来越不经花，银行利率说变就变的时代，您这个钱进来就放着的老习惯，可能不是在存钱，而是在一点一点的损失收益，损失的悄无声息，损失的不知不觉。说的直白点，您这是在用自己的积蓄默默承担着机会成本。您别不信，咱们让最简单的数字来说话。您手里那本存折，如果您从来没特意去银行要求过什么，它默认的状态在银行那边有个学名，叫做活期储蓄存款。您知道现在这活期存款的利息是多少吗？在咱们这边，不管是公家的银行还是民营的银行，给的利率大概就在 0.6% 上下浮动，有的规模特别大的银行给的甚至更低，只有 0.5% 左右。这 0.6% 是个什么概念？我给您算算，假设您省吃俭用，攒下了100万放在这个活期账户里，放满1整年，银行会给您多少利息？100万乘以 0.6% 等于6000块钱，平摊到每个月才500块。现在这物价，500块钱能干嘛？去趟超市买点好肉好菜，再加点水果，可能一趟就差不多了。这还只是理想情况，很多时候还没这么多。可是您再看看咱们身边，钱是不是越来越薄了？巷口那家早餐店，以前一颗蛋5块钱，现在没个10块、15块您都买不着。这其实就是物价变化，东西在慢慢涨价。就算咱们保守点，按每年 2% 的物价涨幅来算，您那100万存在银行，虽然数字没变，但能买到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少。您以为钱安安稳稳的在账户里，可它的实际价值在悄悄变化。更让咱们心里需要留意的是，银行是怎么用咱们这笔钱的，这才是关键。银行用较低成本 0.6% 的利息从咱们这里吸纳的资金，转手就借给了需要资金的人。借给他们收多少利息呢？房贷也好，商业贷款也好，起码是 2%、3% 起步，高的甚至更多。这一进一出，银行赚取的是中间的利差。这个利差就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结果。因为咱们可能没多问一句，没去动一下，咱们的资金成本就相对较低，那咱就这么认了。当然不能，办法肯定有，而且这个办法根本不需要您去研究那些复杂的投资，也不用您碰那些不了解、有波动的产品，更不是让您把钱去买那种一绑就是6-7年，中途取钱还不灵活的产品。
王峰要教您的这个法子，简单到您明天早上带着证件去一趟银行柜台，签个字就能搞定，而且我敢跟您保证，它绝对保本，没有任何风险。这个核心秘诀就是把您那个普通的账户升级成一个叫综合存款账户的东西，并且一定要开启里面一个实用的功能，叫做自动转存。听到综合存款4个字，您可能有点陌生，觉得又是银行搞的专业名词。别担心，王峰用大白话给您解释。以前咱们的账户，活期是活期，定期是定期，像是2个分开的抽屉，各管各的。您要想存个定期，得专门跑一趟银行，抽号、排队、填单子，麻烦得很。但这个综合存款账户就厉害了，它像是给您了一个智能储物柜，把活期和定期这2个功能合二为一，都集中在一本存折里管理。而那个自动转存功能，就是今天要说的隐形开关。只要您去银行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自己设定一个金额门槛，比如说1万块，接下来方便的事情就发生了。每天晚上银行电脑系统结算的时候，会自动检查您的账户，只要发现活期部分的钱超过了您设的1万块，它就会自动把多出来的钱转成一笔1年期的定期存款。请注意，是自动的。不用您再跑银行，也不用您带着老花镜在手机 APP 上操作，完全全自动，省心到极点。这么一操作，好处可就太大了。咱们前面算了，活期利息只有 0.6% 左右，但在2026年，1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都能到 1.6%甚至更高。这里外里的利差可是接近3倍啊。咱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您就更有感觉了。假设咱们社区里的老李退休时拿到一笔钱，加上以前的积蓄，手头一共有300万。他想着钱放银行最稳妥，就全放在了用了多年的活期账户里，觉得用起来方便。那么1年下来，他的利息是300万乘以 0.65%， 取个中间值，大概是19500元。可如果老李听了王峰的建议，去银行办了综合存款，开通自动转存，他跟柜台工作人员说，我活期里就留5万块钱平时零花，剩下的295万请系统自动帮我转成1年定期，按 1.6% 的利率算，他这1年能拿到的利息是多少呢？是47200元。咱们来对比一下，19500元和47200元，这中间差了27700元，差不多就是3万块。这3万块钱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咱们冒险得来的。仅仅就是因为咱们多知道了这个门道，多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把原本可以获得的更高的利息拿到了手里。这3万块够老两口报个不错的旅行团出去玩一趟了，够交1整年的物业费、水电煤气费，还有富裕。或者每个月多出2000多块的日常开销，天天炖排骨、吃鱼虾，这晚年生活不就更有滋味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心思细腻的老朋友要问了，王峰啊，利息高是好，但定期存款不是把钱锁定了吗？万一我家里有个急事，比如突然要住院交押金，或者房子要修缮，急需用钱，这定存的钱取不出来，或者提前取要，损失不少利息，这不就麻烦了吗？您问的这点特别关键，这也正是综合存款最实用、最适合咱们的地方。它配套有一个自动解约，或者叫超额自动支取的贴心功能。当您拿着银行卡去 ATM 取钱，或者刷卡消费时，如果活期账户里的钱不够了，比如您要取2万，活期只有5000，系统会自动智能的帮您从最近存的那笔定期里解约刚好够用的金额，比如15000来支付。请注意，它不是把您所有的定期存款都一股脑儿解约，而是需要多少解约多少，就像智能水龙头，用多少放多少，剩下的定期存款依然完好无损地享受着较高的定期利息。至于解约的那一小部分，损失的也仅仅是这一小部分定存提前支取的利息，通常按活期利率计算，或者有相应规定，您的本金是安全无虞的，1分钱都不会少。所以这种账户既像活期一样灵活方便，随时能取能用，又像定期一样能获得较高的利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咱们2026年值得给自己考虑的自动增值工具。但问题又来了，这么好的东西，为啥咱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很少主动推荐呢？为啥他们更乐意给咱们介绍其他产品呢？道理很简单，帮您开通自动转存，银行要付给您的利息就多了，这是在增加银行的成本。而向您推荐其他产品，他们有业绩考核，这就是行业的现实。
所以咱们不能干等着银行来推荐，咱们得自己心里有数，自己掌握主动权，该了解的权益咱得主动开口去了解。那具体该怎么操作呢？王峰给大家梳理了清清楚楚的步骤。您明天上午精神头好的时候，带上您的身份证、第二证件像医保卡或驾照，还有您当初开户留的那个印章，亲自去一趟您开户的银行，不管是邮局还是那些大银行都可以办。到了之后抽个号码牌，等轮到您了，走到柜台前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这句办理话语：您好，麻烦帮我将这个账户升级为综合存款账户，并且开通自动转存功能，我设定活期保留额为1万元，超过的部分请全部自动转存为1年期定期存款。这时候工作人员可能会稍微一愣，或者出于习惯向您推荐别的产品，说那些收益更高，请您一定要温和而坚定地摇摇头，微笑着重复您的需求：谢谢，不用了，我就办这个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麻烦您了。坚持咱们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对咱们最有利也最安全的选择。办妥之后，您会在存折里看到新的标记，这就代表办好了。以后啊，不管是退休金到账，还是儿女汇款进来，只要数额超过了您设的那个门槛，他们就会在夜里自动转为高利息的定期存款，为您产生收益。除了这个必须去柜台办的线下方法，王峰还要给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会用智能手机的哥哥姐姐们再加送一个进阶福利。2026年，为了鼓励大家用电子银行，很多银行都针对咱们长辈推出了乐龄专属的数字服务或友善金融优惠。如果您不排斥用手机看看账，我建议您在办综合存款的时候，顺便在柜台把手机银行网银给绑定开通了，或者直接开一个数字子账户。为什么要多这一步呢？因为按照新的趋势，这些数字账户给的活期利率有时候比实体账户还要高一点，可能有一些优惠活动。更重要的是，开通这些服务，银行常常会每月赠送10几次甚至几十次的跨行提款、跨行转账免手续费。咱们长辈有时去不是本行的 ATM 取点钱，或者给外地的孩子转点钱，一次手续费10块、15块的，看着不多，一年累加起来也好几百呢。这几百块钱买点营养品，多称几斤好肉，它不好吗？何必白白花掉？您就在柜台多签一个字，开通这个数字服务，这一年几百块的不必要支出就省下了。而且现在银行的 APP 很多都有长辈模式，字特别大，操作界面也简单，您让儿女稍微教一下，或者让银行工作人员帮忙设置好，用起来并不难。咱们不要怕新科技，能帮咱省心省钱的工具，那就是好帮手。另外啊，关于那个自动转存的门槛设定，王峰再提醒2句，我建议大家就设在1万元或者5000元这个档次，别设太高，也别设太低。为什么呢？如果您设的太高，比如10万块，那您账户里长期躺着几万、10几万的零钱，就还是在吃 0.6% 的低息，这就没达到咱们让每一分钱都去高效增值的目的。如果您设的太低，比如1000块，系统确实会更频繁地帮您转存，利息是赚到了，但存折上会打出一长串密密麻麻的记录，看着眼花，换折子也费事。所以1万或5000是个比较折中、聪明的选择，既能确保绝大部分资金都在享受定存高息，又预留了足够的活钱，应付日常买菜、交通等小额开销，绰绰有余了。还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琢磨，王峰，这个自动转存是每天都赚吗？这要看各家银行的具体规定，但大部分都是每日终了后由系统自动扫描处理。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午存进去一笔钱，只要超过了门槛，最快明天起就能开始按定存计息了，真正做到了利息不隔夜。另外，关于存期选多久好，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王峰建议选择1年期是最佳策略，这叫进退自如。3年期利率可能稍高一点点，但资金锁定时间太长，万一明年后年利率有变化，您就被锁在现在的利率里，可能不灵活了。而1年期刚好，既能锁定当前还算不错的利率，又能保持每年一次滚动更新的机会。明年到期时，如果市场利率有变化，您续存就能按新的利率算，怎么算都更灵活。好了，咱们今天聊的这套2026账户活化方法，核心思想就一个，千万别再让您的钱在活期账户里闲置了。钱是您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您得让它们动起来，放到能获得更多收益的位置上去。
具体怎么做，咱们再捋一遍：一是翻出所有存折，仔细看是否有综合存款或相关约定没开通自动转存的，记下来；二是抽空去银行柜台坚定办理账户升级和开通自动转存，别的推荐先放一边，专注办好这件事；三是方便的话，顺便开通手机银行等数字服务，领走免手续费等福利。王峰做汇活智库这个分享，没别的想法，就是希望能成为各位长辈在料理生活、打理钱财路上的一个靠谱帮手。我不讲那些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只分享像今天这样能落地、能实操，马上就能让您看到实惠的干货。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内容对您有一点点启发，哪怕只是让您多了一分留意自己账户利息的意识，也请您帮忙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咱们汇活智库。这样以后银行有什么新的惠民政策，或者又发现了什么省钱的妙招，我都能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最后还是那句话，银行不会主动把更高的利息送到您手上，咱们可以获得的权益得靠自己去了解、去办理，能安稳获得的收益得靠智慧去安排、去打理。别再让您的养老钱、辛苦钱在低息的活期账户里闲置了，就从明天开始行动起来吧。我是王峰，在汇活智库陪您一起把每一分钱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让咱们的银发生活过得更有底气，更加滋润。咱们下期再见。